谭松韵新剧为播先沦陷，被质疑抄袭知名日漫，演员背了导演的锅。谭松韵虽非顶流或者顶级演技咖，但谭松韵的演技还是非常招人认可的，尤其是合作宋威龙、张新成的《以家人之名》，也曾是热播剧。而这些年来，谭松韵的资源一直都不错，23年又与闫妮合作的《再见，李可乐》。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谭松韵还有《蜀锦路》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与《逍遥》等多部待播戏。然而，这系待播戏中却有些作品尚未播出，就已经遭到抵制。在一众待播剧中，争议度最大的就是预计在2025年上映的《逍遥》。这部戏的女主为谭松韵，暂定男主为侯明昊，豆瓣显示是侯明昊，但实际上似乎这部戏的男主尚且没有定调。有不少谭松韵的粉丝仍在喊话导演徐纪周，让谭松韵与任嘉伦合作，具体的定调估计要后续才知道。不过，相比于男主是谁的争议，《逍遥》最大的争议还是剧情存在问题。《逍遥》被曝抄袭《犬夜叉》，有日漫的资深迷在看完《逍遥》的简介后，对《逍遥》简介进行了小小的修改。从修改后的简介来看，简直与日本知名动漫《犬夜叉》一模一样。这已经不是国内的古装玄幻第一次被曝抄袭《犬夜叉》了。在多年以前，阿娇、蒲八甲与谭耀文、郭珍妮以及刘庭宇等一众演员联合主演的《女娲传说之灵珠》，就在剧情上全面抄袭《犬夜叉》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《灵珠》这部戏都被誉为国产版《犬夜叉》。后来可能是争议生态跌宕起伏，于是这部戏导演蔡京胜在《灵珠》大火过后就补票了，这也让《灵珠》的抄袭完美变成了致敬与改编。其实，看《女娲传说之灵珠》的简介，就能感知到《逍遥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《犬夜叉》重合，但本质来说，完全构不成抄袭二字。以最浅显的设定来说，《灵珠》之所以会被定性抄袭《犬夜叉》，完全是因为仙月与丁瑶这个角色现代穿越玄幻世界，但逍遥只是前世今生的设定。其次，《灵珠》中的男主问天与《犬夜叉》的男主犬夜叉一样，都是半人半妖。《灵珠》中问天是半人半龙，但龙族在《灵珠》中的设定也是妖。而回首再看逍遥，逍遥中的男主红叶本身就是灵君，不存在半人半灵族的设定，有着设定的反而是谭松韵的女主角色逍遥。所以至少从设定来看，逍遥构不成抄袭，只是剧情上可能会有些重合度，但只要到时候导演拍摄出来的剧情有更改，就完全构不成抄袭了。只是现在更大的问题是，逍遥的导演徐纪周除了待播的逍遥被指抄袭外，他还被网友指责此前由他编剧、侯明杰导演执导、张磊、白雪云主演的高分神作《申童》也是抄袭了日本动漫金田一。说实话，从剧情的设定上来看，无论是申童还是逍遥，都远远没有达到抄袭的地步，并且申童也曾经明确指出就是改编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。只是现在的观众或者一部分的粉丝群体过于狂热了，看到一些相似的就觉得在抄袭，上纲上线。而且这些言论对一部戏的成功与收视率，乃至演员的口碑都会一定的影响。不知道谭松韵会不会因为这部戏导致口碑下滑？